些人为了达到目的，可以不择手段，善与恶只有一线之差。犯了法就得付出代价，法律不外人情。在法律面前没有天资可言。好，迈过去，还要死了！作弊，作弊王！喂，你嘴巴放干净一点。你输是因为你技不如人。给我小心点！我翻查过死者的钱包，死者名叫 Mark Tan， 在钱包里面找到一张网咖的游戏卡，还有一张收条。不是吧？叫我来打游戏，自己在这里睡觉。Tony， 醒来啊！天色向晚，黑夜要侵蚀一片荒凉，还在寻找停靠的肩膀，论情是否要永远作伴。云里月光，散发着看不透的光芒，还在梦里想着请召唤，谁的心迷失了方向。心路一步一步在回转，心事一串一串看不穿，好想靠近了，却又遥远的渴望。心情一起伏越迷惘，心声一字一句轻轻唱，任性挣扎，继续探访生命真相。心情一起一伏越迷惘，心声一字一句轻轻唱，任性挣扎，继续探访生命真相。Madam， 死者的皮肤黏膜呈现鲜红色，指甲与口唇都没有发干的现象。初步判断，死者应该是氰化物中毒而死亡的。氰化物，他是怎么服食氰化物？我们也还不确定，但是我们在死者的座位下发现这一包饮料，我会拿回去化验，再做进一步的确认。好 ，Jason， 查一下这包饮料是不是在这间网咖买的。如果是的话，可能所有的饮料都要带回去化验。Yes, Madam。 Madam， 这边的店家跟所有的顾客，我们都拿了口供，没有人发现什么。我们也向店家要了他们监视器的录影记录，带回紧急调查。好，你是怎么发现 Tony 的？今天下午他打电话叫我出来打游戏，来到的时候，我看到他趴在桌子。起初我以为他睡着了，后来我有尝试叫他，他却没有反应，才发现他已经死了。死者身上有瘀伤和伤痕，相信是在死前和他人有冲突，被人家打伤的。但是真正的死因呢，是死者喝了饮料中的氰化钾，中毒而死亡。氰化钾就是俗称的山埃，也可以做成老鼠药。一旦摄入100至200毫克，意识会在1分钟甚至10秒内消失，这取决于中毒者身体免疫能力的强弱。然后在之后的40分钟之内，会陷入昏迷状态或者是深度睡眠，然后心脏立刻停止。这就是我所总结的报告。好，谢谢你。如果没事，我先走吧。 Madam， 网咖里所有的其他饮料都已经叫人化验过了，都没什么问题，一切正常。看来是有人动了手脚。哎 ，CCTV 那边有没有发现什么？ CCTV 的记录我已经检查过了，当时死者的位置的确是在死角。从画面上看到，他走进网咖买了一包饮料，然后走去另外一个角落。现场就只有一些普通年轻人，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。 Madam，Mark 和 Tony 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，那就是他们都是玩同一个线上游戏，而且还参加了这个线上游戏的全国比赛。冠军是 Mark， 亚军是 Tony。那季军呢？季军是一个账号叫做 Stranger X 的玩家，能够查到他的真实身份吗？还在查着。我担心他是下一个受害者。Madam， 你怀疑这些命案跟这些线上游戏的排名有关系啊？我们现在毫无头绪，所以任何线索都不能放过。哎，对了，
子亮，你帮我查一下吴可儿的通讯记录。 Yes, madam。散会。学之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你的，你觉得好一点了吗？我都跟你说过了，我很好，不要放在心上。你助理呢？他生病没来上班，哦，哎，这些补品买给你的，干嘛浪费钱？你就收下吧，我心里会好过一点。好吧，这一次我就收下，下一次就别买了。啊，对了，你吃午餐了吗？一起吃吧。嗨，还记得我是谁吗？你是？哦，记得了。记得啊。你知道我有什么事吗？我今天有一个朋友生日，我想送他花。女朋友啊？哦，不是，是那种很普通的朋友。那么玫瑰花加满天星怎么样？ OK， 你帮我拿主意。哎，需要帮忙吗？我的玫瑰花在雪柜里面，帮我拿出来好吗？好。好了，你的花。谢谢。那不用那么多，才80块。没关系，你就收下吧。你叫雪芝对吧？现在是午餐时间，要不要一起吃午餐？不好意思，约了朋友吃饭。不如一起吃吧。不用了，那下次吧。喂，你的花。哦，是哦。拜拜。拜拜。走吧。等我一下，我洗个手。好。不要客气啊，想吃什么尽管叫。那我要一份泰式炒饭。就这样吗？红烧豆腐。红烧豆腐，好的。对了，要加辣。加辣。喂，这里的泰式炒饭已经很辣了，你还要加辣？我喜欢吃辣啊，特别是吃水饺的时候，一定要加辣油。你也喜欢吃水饺？在美国的时候，我常到一家唐人街的中式餐馆吃饭，那里的水饺是，还有他们招牌的红油抄手，里面还加了小辣椒，味道是一级棒的。真的这么好吃吗？可惜来到这里之后，就再也找不到道地的红油抄手。平常吃饭的时候也不敢叫，怕吃了会失望。其实这里真的是很难找到好吃的红油抄手，不过我比你幸运，我妈会做，所以我想吃的时候她就会做给我吃。你说真的啊？是啊。有机会的话，我可不可以试试看啊？我真的很怀念那种味道。当然可以啊。我妈除了会做很好吃的红油抄手，还有各种各样的水饺她都会做。找一天我们约个时间来我们家尝尝看。一言为定。当然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台湾朋友教我的，只要把这张纸贴在客人的额头上，那洗头的时候就不会碰到脸了。真的那么管用吗？我试过就知道。真的很好啊，没有碰到脸上。不错吧？那你以后就不会被那些安迪碎碎念了。还是我的儿子啊最贴心了。哎，儿子啊，最近你啊心情特别好，春风满面的啊。那你是说我平时愁眉苦脸吗？你看你笑成这个样子，是不是跟安妮复合啦？妈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我跟安妮是不可能复合的。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反而更好啊。哎，对了，我刚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，他说这里很难找到好吃的红油抄手，我告诉他你会做，他想过来尝一尝。新朋友是男的还是女的？是女的。是不是对他有意思了啊？找个借口带他回家给我看看。你想太多啦，是之前有一件案子，他帮我调查，结果差点出了事，我是想赔罪。就这么简单啊？哎妈，哎呀，头发还是湿的。好啊，我觉得他很亲切。我们虽然刚刚认识，可是我对他有熟悉感。这样答案满意了吗？早点承认就好了嘛。我真的把他当成是朋友，你想太多了。哎呀，爱情这种事啊，慢慢培养的，是急不来的。既然他可以让我的儿子对他有好感，那么说她肯定是个不错的女孩子了。这样吧，找一天带她回家吃饭，我亲自下厨。谢谢妈。嗯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可，什么事啊？明天吃饭。
这里的咖啡不错吧？无事不登三宝殿，约我出来吃饭一定有事的，走吧。我听老爸说，你认识一个心理医生，叫做郭永言的，是不是？啊，是啊。我跟他跟安妮常常到 pub 喝酒聊天的，怎么了？哦，我想多了解他，比如他的生日、他的星座、他的血型，还有他平时喜欢吃什么，喜欢做什么运动。Stop！ 你到底在打什么鬼主意啊？我只是想多了解他，交个新朋友而已嘛。你不适合他的。你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我比你了解他，他不喜欢你这种小妹妹型啊。哎呦，感情这种事是说不准的，我不管，我要你帮我约他出来。那需不需要我干脆消失，制造机会给你们呢？最好是这样。你不要再做白日梦了，好不好？你又没问，怎么知道我们不可能？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。还有啊，那边有一个男的坐在那边，从刚才就一直盯着你啊。是啊。嘿，那么巧。请问你是？我是 Ben 啊。Ben， 我们认识吗？我们前几天还在泡玩得很开心啊。你现在说你不认识我，你记性没那么差吧？对不起，我真的不认识你。不是吧？等一下啊，我现在跟我朋友在喝茶，请你不要再打扰我了。好。哎，你真的不认识他？不认识。一定是看我长得漂亮，所以想要认识我。你也太有自信了吧！做人本来就是要有自信嘛。哎，对了，你还没有跟我说那个郭永言医生到底喜欢什么？买单。啊？你一个人吗？是啊。上次在网吧见到你，没好好跟你打个招呼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不会。你什么时候得空？我想请你吃饭。不用了。可是我还有点事，我想先走了。哎，可，上次我打过给你，可是打不进，你是不是换了手机号码？是啊。那你给我新的手机号码吧。我看没这必要，拜拜。怎么样？衣服还合适吗？不好看，不喜欢。那我们去看戏吧。你刚才跟他聊什么？很久没见，随便聊了几句，然后他换了电话号码，跟他拿。你想要联络他？喂，那你到底要不要看戏的？不看戏就算了。啊，我跟我朋友来了，我们买了豆花。啊，好，我马上出来。你先坐一下吧，我拿进去。怎么看得这么入神啊？这些事，这是我的全家福啊。那个小女孩，她是我妹妹，可是我们失散很多年了。你没去找她吗？我什么都试过了，可是就找不到。欢迎欢迎。你就是雪芝啊？哎呀，长得这么漂亮。伯母你好。不好意思打扰了。哎，不打扰，多个人吃饭啦，才热闹嘛。哎，你先坐一下，我到里面包水饺。我帮你吧，我也想学。好啊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哎，我教你2招。哇，哎，你真的很厉害。我妈平时是不让人家进厨房的，连我这个儿子要泡面都会被骂。你呀，每次煮泡面的时候，把整个厨房弄得乱七八糟，我当然是禁止你进去啦。你今天第一次见到雪芝，你又知道她不会搞到你的厨房。人家是女孩子嘛，哪像你呀，那么粗鲁。哦，那我什么都不用做，我就准备吃饭吧。哎，
这就对了。来，我们进去，不用管他。我一直都想要学包水饺，可是都没有机会。其实啊，包水饺是门学问啊。你看，这碗馅料，在2个小时之前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它里头呢是新鲜的猪肉，还有一些蔬菜。菜呢，我是选马蹄啦、韭菜啦，还有一些胡萝卜。这些菜呢，我都把它切成粒状。为什么呢？吃起来有口感。之后呢，我们加上一些调味料，油啦、盐啦、糖啦、胡椒粉，还有少许的麻油，把它搅拌均匀。现在已经超过2个多小时，非常的入味，我们可以开始包水饺了。馅料不要太多，这样够吗？可以了。把它对准，对，捏紧，这样子吗？往下折，往下折。对的，就是这个样子。这样可以吗？不错。你呀，这一双巧手啊，教2下子就会了。教得好啊！哎呀，哪里，我们一起包吧啊！谢谢你送我回来，也谢谢你遵守你的诺言。你不要这么说，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。妈已经很久没那么开心了。我是个孤儿，从来都不知道家庭的温暖。可是今天在你家，我感受到了。其实我真的很羡慕你。妈对我真的很好，只可惜妹妹不在，要不然更加完美。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找到你妹妹的。希望吧。哎，改天再请你到我家吃饭，我妈一定会很开心的。谢谢你。早点休息吧，晚安。晚安。拜拜。怎么会那么巧？Tony Wong 27岁，他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离世了，而他母亲则在他高中的时候就丢下他跑到国外，2个人一直以来都没有联络。他的家庭情况挺可怜的，所以他从小就要靠自己。他除了在快餐店工作，还兼职当过披萨快递，以及在餐厅当服务生。可是每一份兼职都做不长久。我看他已经一阵子没有工作了，他没有收入，玩线上游戏不是要花很多钱的吗？所以他就到处向人借钱，3天2头就很多人去追债。现在追得最凶的就是大耳窿集团。既然这样，除了跟马丹有争执之外，我想他应该也会跟大耳窿集团的人有冲突吧。Madam，你说的对，在他被杀之前，曾经有人看过他和大耳窿集团的人在路边起争执。坐下。Madam， 又见面啦。我很忙的，你不要有事没事就找我来喝咖啡。我这种良好市民怎么可能犯错呢？废话少说。Tony Wong 认不认识？不认识。你是真不认识，还是假装不认识啊？我真的不认识。有人亲眼目睹你带着2个手下去跟他讨债，还当街殴打他，有没有这回事呢？有人看到。哈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个人借钱不还，一拖再拖，我只是去拿回我的钱，就这么简单。哎呀，你年纪轻轻的，干嘛学人家放高利贷啊？哎，Madam，你搞错了，我们可是有牌照的财务公司，不是什么高利贷。你可以去查一下，人家有难嘛，帮忙咯。阿 Sir， 如果你朋友有难跟你借钱，借了很久都不还，你会不会想要追回这笔债？就因为他一直没有还你钱，所以你下毒杀死他，对吗？他死关我什么事啊？我只是推了他几下，这么容易就死，豆腐做的。上个星期六傍晚6点到7点之间，你在哪里？跟谁在一起？
做了什么？我在皇宫餐厅吃饭，我是那里的熟客。不信的话，可以打电话去问。我们一定会的，你放心。Adam，如果确定我在餐厅吃饭，就表示我跟他的死无关，是不是？有些事情即使你不在，也是可以做到的。警察不是了不起的，东西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你们讲究的是证据，如果没有证据的话，就要放我走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们警方的确是讲求证据的。那既然我们现在没有实际的证据，也没有理由扣留你。不过你最好祈求上天不要让我们找到任何对你不利的证据，要不然下次就不会这么客气了。Yes, Madam。那我可以先走了，拜拜。爸，你又做错了什么事情？为什么被叫进警察局？我没有，是那群吃饱没事做的警察想要冤枉我，没凭没据就想要告我杀人，神经病！你没犯法，他们会找你。爸，我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连我都不相信。我相信你有什么用？要警方相信你才有用。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？做我们这一行一定要小心冷静。我们现在公司的规模已经不小了，还要放什么高利贷呢？啊，做真正的财务生意不好吗？爸，你以前也是做这一行的，你以为要放手就可以放得一干二净吗？你也知道，不是说放就放，下面还有很多兄弟要照顾的。我怕你一天你闯出大祸，到时候我要救你都难。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出事？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我现在在讨论你的问题，你不要跟我耍嘴皮。你的坏脾气再不改的话，迟早一天一定会被抓进里面吃牢饭的。为什么我说什么都不信，做什么你都看不顺眼？难道我在你眼里就是这么没出息，一点作为都没有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还有话跟你说。现在回房间去，免得你看了不舒服。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我最近总是很疲倦，没什么精神，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。那还有什么症状吗？我虽然很疲倦，可是到晚上就失眠，没办法睡觉。还有我这双手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没有力气。这样子吧，洪先生，我们来做一个实验。就是这样为什么？洪先生，以你这个年龄有这样的症状是难免的，我建议你还是尽快做一个详细的身体检查。爸，你好像瘦了，是不是最近没吃饭？哪有？最近胖了2公斤呢。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？当然记得啊。你小时候常来，一转眼就是20多年了。爸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哦，没事，只是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，所以约你出来。怎么啦？我们父子俩不可以出来见见面聊一聊吗？可以啊，真是聊天的话，随时都可以。但是如果你有什么心事的话，一定要告诉我，千万别憋在心里面，要好好照顾身体。君荣如果能够有你这样就好了。怎么啦？他又惹你生气了？哎，他呀，越来越头痛，真不知道怎么管教他。他现在年轻气盛，脾气比较倔强。只要他不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，就由着他吧。我不期望他能够成就什么大事业，只要他不再惹事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对了，爸，这是送给你的。哦，什么东西？这是我托国外的朋友帮我带回来的松茸，还有野山人参，让你补补身体的。这些我都不需要，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能够早日喝杯媳妇茶，抱抱孙子。这我可帮不了你，你要去找俊荣才行。他，年轻任性，要他结婚害人害己，那你就不同了，成熟稳重，谁要是嫁给你，一定幸福的。对了，有没有对象？诊所的事情忙得要命，哪有时间交女朋友？我看你是忘不了他，他已经走了那么久了，该放下的就放下，
你要为你自己的未来着想，知道吗？我暂时还没有心理准备，要接受一段新的感情。爸，感情的事情就让我自己做主吧，你别太操心了啊。好吧，你们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，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啊。你的下一次会诊时间是下个月20号。啊，谢谢。医生，谢谢你，再见。大德库，呀，我今天能不能早点下班呢？早点下班，有什么事吗？其实我要去试婚纱。试婚纱？是啊，我打算年底就结婚了。那好啊，恭喜你了。谢谢。Come in。大德库，这位小姐找你。Hello， 大德库。哎，怎么是你？Pauline，你先回去吧。再见，大德库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这几天一直失眠，我想给你拿一些安眠药。你失眠多久了？已经有很多天了。我失眠有这么好笑吗？没有啊，只不过在我开药给你之前，我想给你说一个故事。什么故事啊？我之前有位女病人，为了得到她男朋友的注意，她跟我说她得了失眠，要开大量的安眠药给她。然后呢？然后我怕她假戏真做，就给她开了维他命。哦，结果呢？没有了。切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好笑的故事。这个故事是告诉你，我这个心理医生可不是这么容易受骗的。看你精神奕奕的样子，一点都不像是失眠。好啦，你就不要识破我嘛，总该给我一个台阶好下台。你的手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哎呀，既然你不要给我安眠药，那就算了，我下次再来找你。Happy birthday！ 卡，放手！你先听我说。听你说，放手！听我解释。放手！放手！放手！卡，原本今天你生日，我想给你生日惊喜，可是你做了些什么？可儿，开门的可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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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为什么这么傻？你这样做值得吗？我觉得没有人爱我了，我留在这个世界上也没用。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？如果让你爸看到你这个样子，你知道他会多心痛吗？大哥，这件事可不可以不要让老爸知道？我不想他担心。你会这样想就最好。以后不要再做这种伤害自己的傻事。你要知道，你身边有很多疼爱你和关心你的人，知道吗？
喂，谁啊？可，找我什么事啊？哦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Alan，已经查到线上游戏玩家 Stranger X 的真实身份了。Agent 黄文光，22岁。对，他可是元老级的玩家，网友们对他的评语是好胜。他们还说，要是没有 Tony 和 Mark 的话，他已经是冠军了。你昨天去哪了？怎么现在回来？我去网咖。网咖？你明明就去喝酒，还想要骗我？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吧。你给我回来解释清楚，到底跟谁去喝酒？你们要找谁啊？你好，我是重案组的高级督察赵安妮，这位是我的同事。请问你是不是黄文光先生？我就是。我们有一起案件需要你帮忙协助调查，可以问你一些问题吗？进来吧。有什么问题就问吧，他们是警察。警察？你有到 Trinity Cyber Cafe 玩线上游戏吗？有啊。所以你就是 Stranger X。对啊。上个星期六傍晚6点到7点之间，你在哪里？跟谁在一起？做什么？我在家里玩线上游戏。有人可以证明吗？那天晚上我是一个人在家的。我也有在家，我可以作证。他是谁啊？她是我女朋友 Sharon。Tony， 还有 Mark， 这2个人你都认得吧？有见过几次面，可是不熟。在哪里见到？网吧。这些奖杯都是你的吗？是啊。我平时很少参加比赛，一旦我参加比赛，就一定要拿冠军。如果拿第2名、第3名，那干脆不要参加。但是据我所知，你在英雄榜上是排第3名的，有什么感受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啊。你说你比赛一定要拿冠军，可是你现在拿了第3名，我就问你，有什么感受？肯定是不服气啊！如果再比一次的话，我肯定拿冠军。不过可惜啊，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。是挺可惜的。这2天我看你最好是留在家里，别出门了。你 Mark 还有 Tony 都是英雄榜上的前3名，现在 Mark 和 Tony 已经遇害了。如果这2宗案件都跟英雄榜有关，你可能是下一个目标。只是巧合吧？我们警方是不会放过任何线索的，出入小心点吧。我们也没什么问题了，谢谢你的合作。其实刚才你不需要帮我。Sharon，我觉得我们暂时分开，你先搬回家吧。慧珍，不要这样。我已经决定好了。麻烦你给我啤酒。可，你来啦。喂，干嘛啊？可，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说，我已经跟 Sharon 分手了。你跟 Sharon 分手关我什么事啊？为什么要告诉我？是你自己说的啊！你说只要我跟 Sharon 分手，你就跟我复合的。我要跟你复合？对啊，你昨晚明明是这样说的。不要这样啦。你是不是在做梦啊？我昨晚根本没有出门，所以不可能见过你。还有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跟你复合，所以更加不可能会跟你讲过这些话。我不管，我已经跟 Sharon 分手了。可，我真的很爱你。放手啊！你不要这样对我可以吗？请你不要骚扰我的女朋友。他是谁？你没听到啊？我男朋友。是不会这么容易就放弃。谢谢你啊。记得 X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吃错药，一直说我约他出来要跟他复合，可是我们分手过后，我就没有再约他出来了。我看啊，他应该是有幻想症。那我刚才应该给他1张我的名片才对。对哦，他错过一个治疗的好机会。喂，俊荣啊。哦，我刚跟朋友喝完酒，现在准备回家了。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好吧，那明天见。
为什么跟踪我？我是跟你说清楚，我才是可儿真正的男朋友。刚才可儿只是利用你来气我，可儿真正喜欢的人是我，不是你。可儿说过，只要我跟我女朋友分手，她就会跟我复合。是吗？可是可儿刚刚跟我说的不一样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根本没有必要骗你啊。好啊，那你告诉我，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昨晚可儿约我出来，说有重要的事情跟我说。她最近变得很不一样，她的穿着很性感，她变得很有吸引力。我以为我出国背包旅行这1年了，我可以忘记你，可是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我放不下你。可儿，我知道以前是我不好，背着你做对不起你的事情，可是我向你保证，我以后不会再重犯。我真的很想跟你在一起，给我多一次机会好吗？那你拿什么来保证？只要你跟圣人分手，我们就可以在一起。好，我马上就跟他分手。这可是你说的哦，只要你跟他分手，我永远都是属于你一个人。以后呢，就可以跟你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。我答应你。Come in。Dr. Koo Madam 来了。哦，请她进来吧。Hello， 郭医生。安妮，来，请坐。艾米，倒杯咖啡给 Madam。好的，谢谢。啊，不好意思，给我一会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我接触过 Adrian， 我发现他有很强烈的占有欲，而且有妄想症的迹象。我昨天也跟他谈过。我发现他这个人性格很好胜，做什么事都一定要第一，不能输。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在线上游戏输给了马和 Tony， 怀恨在心就把他们杀了？正常人来说是不可能，不过如果他心理扭曲的话，那就很难说了。你刚刚说他有妄想症，那是怎么一回事啊 ？Adrian 一直说是可儿主动要求跟他复合的，可是可儿一直坚持说没有。在我催眠 Adrian 的过程当中，我发现在他的潜意识里面的确有可儿主动要求跟他复合的记忆片段。如果不是真的，那就是他有妄想症。占有欲强又有妄想症，这件事越来越棘手了。可儿，吓死我了！怎么又是你？我已经在这里等了你一整天了。等我干嘛？到底想怎么样？应该是我问你到底想怎么样吧？你很莫名其妙哎！自从那天在酒吧过后，你就一直纠缠着我。那天你明明说过。好，我知道你还是很生气我向你发誓，我已经跟轩分手了，我们重新开始吧。哎，够了！我跟你说过了，我男朋友是永言，你还是死心吧，不要再来烦我了。对不起，我知道你不会这样对我的。我现在带你去一个地方，你一定会很喜欢的，我们就可以重新开始了啊！
你醒啦？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？以前我们常来这里跳舞的。你看 ，Adrian 壳是你写的。你抓我来这里，就是要跟我讲这些，你真的很幼稚。可，我已经跟薛忍分手了。你跟薛忍分手，关我什么事啊？可是你明明跟我说过，只要我跟他分手，你就会跟我复合的。我从来都没有跟你说过这些话。有，你真的有说过。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。你说话怎么可以出尔反尔？是不是之前我对不起你？你想要报复？我没有说过的话，我是不会承认的。你有说过。可，你没事吧？你醒醒啊，不要吓我，可，你醒醒啊，不要吓我，可，你没事吧？滚开！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说。我都说对不起了。我不准你伤害可儿。你在说什么？我不是可儿。你想怎样？Madam， Madam，怎么样？死者的死亡时间大概是4至6个小时。根据案发的现场状况来看，死者是被利器猛刺腹部，失血过多而死亡的。这个呢？这是被硬物打伤的痕迹，但是还必须等我解剖之后才可以给你详细的报告。好 ，Madam， 吴可儿情绪不稳定，还没有入口。可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没关系，慢慢说。他居然把我带来这里，他说要跟我复合，我想跑，他却抓着我不放，过后他把我推倒。我就昏了过去，醒来之后，他就已经死了。大嫂，我真的很害怕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Madam， 整个案发现场的周围都已经查过了，没找到凶手留下来的凶器。看来我们要扩大我们的搜索范围。另外，到附近问问有没有目击者。Yes, ma'am. 天色向晚，黑夜要浸湿一片荒凉，还在寻找停靠的肩膀，问情是否要永远作伴？云里月光，散发着看不透的光芒，还在梦里想着请召唤，谁的心迷失了方